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的12月，首爾的街頭正刮着刺骨的寒風，但這點冷意恐怕遠不及無數剛剛抵達仁川機場的台灣遊客心裡的那一陣寒顫來得徹底，你們能想象嗎？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當你滿懷期待，拖着行李箱準備去明洞吃炸雞，去弘大看街頭表演，甚至只是想在這個冬日裡感受一下韓劇裡的浪漫氛圍時，掏出手機，打開那個該死的電子入境卡系統，準備填寫資料，卻發現那個你填了一輩子的台灣選項憑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4個讓你血壓瞬間飆升的字：中國台灣。這不是眼花，也不是網絡卡頓，這就是赤裸裸的現實。這一刻，那種被羞辱的憤怒瞬間蓋過了旅行的喜悅。但這僅僅是一個下拉菜單的改動嗎？如果你真的以為這只是韓國工程師手滑寫錯了代碼，或者只是一個無關痛癢的行政失誤，那你就太天真了。這背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算計，是一次長達10個月的傲慢試探，更是韓國新政府在美中博弈的夾縫中試圖拿台灣當籌碼去向北京換取殘羹冷炙的一次豪賭。但這一次他們賭輸了，而且輸得很慘，因為他們惹怒的早已不是當年那個只能在國際夾縫中忍氣吞聲的台灣，而是一個手裡握着全球科技命脈，敢於直接掀桌子的台灣。事情演變到今天這個地步，絕非一日之寒。我們要把時鐘撥回到2025年的年初，去看看這顆雷是怎麼被埋下的。大家知道，韓國政壇在過去這1年裡經歷了堪稱狗血劇般的動盪。前總統尹錫悅因為那場荒唐至極的戒嚴鬧劇，把自己送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韓國保守派因此元氣大傷。緊接着上台的是打着實用主義旗號的進步派代表李在明。這個李在明，他的算盤打得很精，甚至可以說精明到了骨子裡。他接手的韓國是一個爛攤子，出口連續下跌，半導體庫存堆積如山，通貨膨脹讓老百姓連泡菜都快吃不起了。而因為前任過度親美親日，中韓關係降到了冰點。中國市場的大門對韓國企業緊緊關閉。在李在明看來，韓國經濟的解藥不在華盛頓，而在北京。他急需向北京示好，急需一份投名狀來換取中國對韓國文化產品的解禁，換取三星和現代汽車在中國市場的重新准入。可是他又不敢公然背叛美韓同盟，畢竟駐韓美軍還在那兒盯着呢。那怎麼辦？在這個兩難的困境中，他那充滿投機色彩的目光落在了台灣身上。在他的認知裡，台灣是個軟柿子，改個名字而已嘛，既能向北京展示恪守一中原則的誠意，成本又幾乎為零，也就是讓 IT 部門改幾行代碼的事。至於台灣會不會生氣，在他那陳舊的戰略地圖裡，台灣只是一個依賴韓國存儲芯片，在國際上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小島，生氣了又能怎樣？抗議2聲，發個聲明，最後為了生意，還不是得乖乖咽下這口氣？這就是李在明政府極其短視且傲慢的誤判。於是，早在2025年2月，當韓國法務部推出這套全新的數字化 KTA 電子旅行許可系統時，中國台灣這個標籤就已經悄然上線了。你們注意到了嗎？整整10個月，這10個月裡，台灣方面在做什麼？是不是像現在這樣大發雷霆？沒有，台灣的外交官們展現出了極高的素養和極大的耐心。我們的駐韓代表處早在系統上線的第1周就發現了這個問題。按照外交慣例，也是為了給這位曾經的亞洲4小龍兄弟留點面子，台灣並沒有一開始就訴諸媒體，搞得滿城風雨。我們的外交官通過各種內部渠道，一次又一次地向韓國外交部、法務部遞交照會、打電話，甚至在那充滿各種繁文縟節的外交酒會上，拉着韓國官員的袖子，耐心地解釋。這不僅僅是一個稱呼問題，這是關乎2300萬台灣人民尊嚴的紅線。我們有緊密的經貿往來，無論是旅遊還是科技，大家都是夥伴，這點最起碼的尊重總該有吧？可是韓國方面是怎麼回應的？如果你看過那些外交檔案，你會被氣笑的。他們的回應永遠是那幾套官樣文章：已讀不回，正在研議，技術部門正在排查，
我們需要綜合考量，從春暖花開的2月拖到了烈日炎炎的7月，又拖到了寒風凜冽的12月。這種拖延不是效率低，這是一種無聲的蔑視。在長達300天的時間裡，韓國政府仿佛患上了選擇性失聰。在首爾龍山總統府的決策者眼裡，台灣的低調被解讀為了軟弱，台灣的耐心被當成了可欺。他們以為只要把頭埋在沙子裡，裝作聽不見，等到生米煮成熟飯，台灣人也就習慣了。畢竟以前不都是這樣嗎？為了大局，台灣人總是那個委曲求全的角色。但是朋友們，2025年的世界變了，2025年的台灣也變了。當12月初第一批不知情的台灣遊客在社交媒體上曝光了那張带有侮辱性標籤的截圖，當中國台灣4個字像病毒一樣在 Threads、在 Facebook、在 PTT 上瘋傳時，台灣民間的怒火徹底被點燃了。這股怒火不再是那種無力的悲情，而是一種基於實力的憤怒。也就是在這個時候，台灣政府意識到給面子已經沒有用了。面對一個裝睡的人，你叫不醒他，你只能上去狠狠踹他一腳，讓他感到痛，他才会睜開眼睛聽你說話。於是我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強硬一幕。外交部亞太司副司長劉坤豪在那個著名的記者會上面若冰霜，字字千鈞地發出了最後通牒。我們再次重申，要求韓國迅速糾正錯誤。與此同時，我們將全面檢討雙邊關係。請大家注意“全面檢討”這4個字，在外交辭令的字典裡，這4個字的重量堪比宣戰。這不只是說我們不跟你玩了，這是要把經貿制裁的武器直接擺上談判桌。緊接着，總統賴清德親自喊話，立法院裡不分藍綠的委員們憤怒質詢，整個台灣的國家機器開始高速運轉，準備對韓國進行一場非對稱打擊。很多人可能會問，台灣哪來的底氣？韓國可是全球第10大經濟體，有三星，有現代，有 LG， 也是半導體大國啊。台灣憑什麼制裁韓國？這就觸及到了這場風暴最核心也最精彩的部分產業鏈的真相。沒錯，韓國是半導體大國，但半導體這個金字塔是有分層的。韓國的三星和 SK 海力士確實在存儲芯片 memory chip 領域稱霸全球，也就是我們手機和電腦裡用來存照片、存數據的那個東西。但這只是地基，金字塔的塔尖是邏輯芯片 logic chip， 也就是手機的處理器、電腦的 CPU、AI 服務器的大腦、自動駕駛汽車的控制中樞。在這個領域，台灣機體電路製造公司 TSMC 掌握着全球90%以上的先進製程產能。這是一個讓韓國財閥們感到窒息的數據。這不僅僅是市場份額的問題，這是代差的問題。三星雖然也拼命做代工，但在3納米、2納米這些尖端製程上，他們的良率低得可憐，能效比和台積電根本不在一個檔次。現在是2025年 ，AI 時代已經全面爆發，所有的電子產品都在拼算力、拼能耗。現代汽車正在全力壓住的自動駕駛系統，需要極高算力的芯片。三星下一代的 Galaxy 旗艦手機，如果不想發熱降頻，就必須用台積電的工藝。如果台灣真的狠下心來，不需要搞什麼全面禁運，只需要在產能分配上動動手指，比如立法委員馬文君在立法院裡提到的那個讓人冷汗直流的提議，動用半導體籌碼進行非對稱反制。想象一下這個場景，台積電突然宣布，由於產能緊張或者技術合規審查，韓國企業的訂單優先級被往後調了，原本該給三星手機供貨的3納米芯片推遲3個月交付，原本該給現代汽車的 AI 智駕芯片減少1半供應。結果會是什麼？結果就是當蘋果的 iPhone 17已經在全球熱賣的時候，三星的新旗艦還在工廠裡等芯片。當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汽車滿大街跑的時候，現代的電動車因為沒有大腦而無法出廠。在如今這個快魚吃慢魚的科技競爭中，晚3個月上市就意味着丟失整整1代的市場份額，意味着數百億美元的蒸發。對於正處在出口寒冬中、急需靠高科技產品翻身的韓國經濟來說，這絕對是毀滅性的打擊。更要命的是，這種依賴是單向的，是非對稱的。
如果台灣不買韓國的存儲芯片，我們可以轉頭去買美國的美光、Micron， 甚至日本正在復甦的半導體產業也能提供部分替代。存儲芯片是標準品，替代性強。但是如果韓國買不到台灣的邏輯芯片，他們去哪裡找替代？找美國、英特爾，他們的代工業務還在泥潭裡掙扎，良率還在爬坡。找中國的中芯國際，別開玩笑了，技術落後好幾代，而且美國制裁的大棒懸在那兒，韓國敢用嗎？這種全球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的壟斷地位，就是台灣敢於對韓國說不，敢於發出最後通牒的底氣所在。台灣正在用實際行動告訴首爾，也告訴世界，我們不再是那個被動等待別人給予承認的孤兒，我們是有能力讓別人不得不承認，甚至不得不敬畏的強者。而李在明政府犯下的第二個致命錯誤，是他嚴重誤讀了韓國國內的民意。他以為只要討好北京，換來經濟利益，韓國老百姓就會支持他。但他完全忽略了2025年的韓國社會，尤其是年輕一代，對中國的反感已經累積到了歷史的最高點。這種反感不是政府宣傳出來的，而是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一點一滴積攢出來的痛感。大家還記得那些新聞嗎？中國遊客在濟州島隨地大小便，在首爾的便利店裡吃完泡麵扔得滿地都是垃圾，在安靜的北村、韓屋村大聲喧嘩，甚至私闖民宅。這些畫面通過社交媒體的傳播，深深刺痛了韓國人那敏感又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再加上文化領域的衝突，從泡菜是中國的，到韓服是明朝的，再到端午節的起源之爭，這種持續不斷的文化掠奪感，讓韓國年輕人對這個龐大的鄰居充滿了生理性的厭惡。在韓國的大學校園裡，在宏大的街頭，如果你去問一個韓國年輕人，他更喜歡台灣還是中國，答案幾乎是100%的台灣。在他們的認知裡，台灣代表着什麼？代表着高素質，代表着民主自由，代表着好喝的奶茶和善良的人民。台灣遊客在韓國是出了名的受歡迎。我們有禮貌，守規矩，消費力強，而且對韓國文化充滿善意。於是，一個極其荒誕卻又感人的現象出現了。當兩國政府在外交層面上劍拔弩張的時候，韓國的老百姓卻站在了台灣這一邊。在首爾的街頭，竟然出現了抗議李在明媚中政策的遊行隊伍。韓國網民在 Never 和 YouTube 的評論區裡瘋狂攻擊自己的政府是軟骨頭，是為了錢出賣國格的懦夫，甚至有人打出了對不起台灣的標語。更有意思的是，台灣遊客在韓國的境遇並沒有因為這場外交風暴而變差，反而變得更好了。為了避免被誤認為是中國人，也為了響應韓國民間的這種情緒，許多在韓旅遊的台灣人開始自發地佩戴印有“我是台灣人 ”（I am Taiwanese） 字樣的徽章或貼紙。你們知道發生了什麼嗎？當韓國的店員看到這個徽章，原本緊繃冷漠的臉會立刻放鬆，露出真誠的微笑，甚至會多送你一碟小菜。出租車司機確認你是台灣人後，會熱情地和你吐槽中國遊客的種種惡行，甚至在下車時堅決少收你的零頭。這種民間的默契和共情狠狠地打了李在明政府的臉。它證明了政客可以為了利益出賣原則，但老百姓心中有一桿秤，他們分得清誰是朋友，誰是麻煩製造者。第三個致命錯誤，也是最讓李在明感到後背發涼的，是美國在這場博弈中的角色。韓國這次不僅是挑戰了台灣的底線，更是在無意中拆了美國印太戰略的台。美國現在正在全力構建什麼 Chip 4美日韓台芯片聯盟，這個聯盟的核心就是要把這4個掌握全球半導體命脈的經濟體緊緊捆綁在一起，建立一道針對威權擴張的芯片長城。在這個設計裡，台灣是絕對的核心，是不可或缺的制造中心。韓國現在搞這種針對台灣的小動作，制造盟友內部的矛盾，無疑是在給美國的戰略布局添亂。雖然美國國務院目前還沒有公開發表措辭嚴厲的聲明，但我們可以想象，在私底下的外交渠道裡，華盛頓的電話恐怕早就打到了青瓦台。對於美國來說，韓台關係的穩定不僅僅是兩個小弟之間的事情，它關乎第一島鏈的穩固，更關乎全球科技供應鏈的安全。所以李在明現在是兩頭受氣，
裡外不是人。現在的局面對於韓國政府來說，就是一個進退維谷的死局，或者說是自己給自己挖的一個深坑。我們來推演一下，如果改回去，把中國台灣改回台灣，那就等於公開打了北京的臉。中國不僅是韓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還是朝鮮問題的關鍵相關方。如果現在認慫，北京肯定會勃然大怒。之前承諾的旅遊開放、貿易便利，可能瞬間化為烏有，甚至可能招致更猛烈的經濟報復。這就是所謂的限韓令2零。但是如果不改呢？台灣的制裁大棒已經高高舉起，半導體供應鏈的陰雲籠罩在韓國企業的頭頂，國內的罵聲也快把它淹沒了。反對黨正在磨刀霍霍，準備彈劾，抓着他外交無能、喪權辱國的把柄猛打。美國那邊陰沉的臉色更是讓他如芒在背，所以他們現在的策略就是拖。韓國外交部在記者會上打太極，說要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說正在與相關部門磋商，實際上就是想試圖用時間的流逝來消磨台灣的怒氣，想蒙混過關。但是台灣這次顯然不打算給他們這個機會。賴清德總統的親自發聲就是最明確的信號，這不再是部門層級的摩擦，這是國家意志的對抗。台灣政府的態度非常明確，我們要的不僅僅是一個名字的更改，我們要的是一種態度的轉變，一種對現實的承認。如果你想賺台灣的錢，想用台灣的技術，你就必須學會尊重台灣，必須把台灣當成一個平等的、獨立、有尊嚴的夥伴來看待。這場 KTA 風暴表面上是關於一個入境卡的標識之爭，但實際上它是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一次成年禮。長久以來，台灣習慣了那種為了生存而小心翼翼，為了大局而忍辱負重的角色。但這一次，台灣展現出了另一種可能性，用實力贏得尊重的可能性。我們不再祈求別人的施捨，我們用手中的芯片，用我們的民主價值，用我們國民的素質，構建起了屬於我們自己的護城河。這讓我想起了一句話：尊嚴不是別人給的，是自己掙的。當你弱小的時候，你的聲音是噪音；當你強大的時候，你的低語也是雷鳴。現在的台灣正站在這樣一個歷史的轉折點上。我們不必妄自尊大，但也絕不妄自菲薄。這場博弈還在繼續，韓國政府最終會如何選擇？是選擇繼續向強權低頭，還是回歸理性與價值同盟？還有待觀察。但無論結果如何，在戰略和心理層面上，台灣都已經贏了，因為我們讓全世界看到，在這個強權橫行的時代，即便是一個島嶼，只要它足夠堅韌、足夠強大，就沒有人可以隨意踐踏它的名字。最後，我想對所有正在收聽、收看這段內容的朋友們說，如果你也為台灣這次的硬氣感到驕傲，如果你也認同這種用實力贏得尊重的外交路線，請不要吝嗇你的聲音，把這個故事講給你的朋友聽，分享給你的家人看，因為每一次的轉發，每一次的點讚，都是在為台灣的尊嚴加哪怕一克砝碼。我們不需要去恨韓國的人民，就像那個出租車司機和店員一樣，他們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必須讓那些短視的政客知道，台灣的底線神聖不可侵犯。這就是2025年冬天的故事，一個關於尊嚴、科技與覺醒的故事。風暴還在繼續，但我們已經不再害怕寒冷，因為我們的內心燃燒着前所未有的火焰。謝謝大家，我們下次見。